现，这么多年我们打了太多涉及婚恋的案子，什么时候该清醒、理智，不需要我提醒你吧？我知道齐大对于生儿子的执念，我也知道齐文夹在我跟他父母之间并不好受，所以我努力调理自己的身体，嘴上说着不要，那其实还是想跟他再生个孩子。你觉得麒麟他爱你吗？我之前一度是这么认为，毕竟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家，给了我，还有孩子。为了成全他可笑的执念，你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给他生个孩子。那个丽莎，那个可以为了成全他把身体当成交易的工具，什么子承父业、传宗接代，为什么到现在这个年代还有奇文这么观念腐朽的人？就是因为你们在纵容他。你还没结婚，所以你不明白，婚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一个家庭能否长久是需要做出牺牲的。抛开女性独立道理不谈，我很清楚，我之前是因为爱他，我愿意去为他付出。我从来没怀疑过你对他的爱，可是奇文对你呢？好，即便是有爱，那现在这个爱还重要吗？他对丽莎没有感情，他也可以跟他生个孩子，那你算什么？你冒着生命危险给他生下的那2个女儿又算什么？我从来都不认为你是一个需要靠男人施舍爱才活得下去的女人。当然不是，我不否认齐文对我的感情和这些年他带给我的幸福，那是两回事儿。如果他这次真的爱上别人，我可能都不会像现在这么难受。但他这一次的所作所为，我无法接受，不能原谅。你无法接受的是什么？羞辱，对我，也是对所有女性的羞辱。能给我解释机会吗？可以啊。父母逼得太紧，看到公司生意要挟你，你没有办法。你和那个女人没有感情，只是交易，你是爱我和孩子的，只是迫于无奈做的这些。你应该知道你的行为就是婚内出轨。我爱你，我爱我们的女儿，我爱这个家庭，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你爱我，所以你可以用其他女人的子宫去生孩子。你爱你的女儿，所以你铁了心一定要再有个儿子，是这样吗？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这事已经过去了，我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事了，老婆。别碰我！请，你体面一点。我是一个女人，一个为你生了女儿的妻子，你让我怎么原谅你？新婚快乐！再拍一张。人生大事必须好好纪念一下。成家立业，接下来就要准备婚礼了。那儿怎么样？格兰云天，包最大的宴会厅，除了双方亲友，把你们律所的也都请来。到时候我老婆就是最大的焦点，最幸福的新娘。其实我们在深圳不用搞这么大排场的婚礼，我们2、3人都不在这儿，到头来还是要回老家办婚礼的。办，老家也要办，但这儿不一样，这是我们打拼的地方。我打算把婚礼行程都定完了，就把双方父母接过来。我爸妈在小县城里待了一辈子，也让他们瞧瞧自己的儿子在深圳有多成功。好了，等钱一到位，就立刻去买房。等我们父母都过来了，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了。嗯。我提出离婚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做你的法律顾问。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否正确啊，我没完全想好。是因为孩子吗？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争取到2个孩子的抚养权，还有你应该拿到的那部分财产。不是这些。我回想了一下，这些年我和齐文有太多无法割裂的关系了。除了女儿们、家人、朋友，齐文合作的公司，还有律所的业务，于公于私都是千丝万缕的关联。我和齐文的关系可以切割，但是这些关联不是一句离婚就能随便割裂开的。无论是否离婚，我都会生下这个孩子。支持我吗？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不管未来面对的会是什么，我都会陪着你的。进。找我？哎，坐。你是要做戴师姐的法律顾问，帮她离婚？当然，康主任不会要反对吧？我觉得于公于私，我们是不是都应该慎重考虑这件事情是否要介入？康主任，首先你是你，我是我，没有我们。你考虑的应该只是齐家的价值和律所的利益，只有公没有私。而我更在意的是戴律的个人感受。我也非常在意她的感受，所以才来劝你要慎重。离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觉得他们之间是有情感的，他们需要冷静，不是那种不可挽回的地步。康主任，戴律的事儿，我要比你清楚得多。齐文他犯下的不只是任何伴侣都无法原谅的错误，他更是对所有女性的侮辱。如果这种情况还只是站在律所的利益去做考虑，那我会与这样立场的律所划清界限。这不是鸡同鸭讲吗？说的不是一件事儿啊。你好。跟你们齐总约好了。好，您稍等。真是世事难料。几天前，我还亲眼在海边见证着二位的幸福和恩爱。唐律，我跟佩妮一起，近20年，我们之间的事情可能你不是很清楚。我们没有吵架，没有任何矛盾，我们的婚姻是没有问题。齐总，我今天的身份不只是佩林姐的代理律师，还是她的朋友。你们的事情该知道的我都知道，甚至第一个发现您背叛的人也是我。如果您觉得和妻子之外的人交易生孩子这样的事情都没问题的话，那么我建议您重新读一读你们婚礼上的誓词。无论如何，我不接受离婚。有什么条件您可以提。佩林姐这边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个，2个女儿的抚养权。她太冲动了，我们的婚姻牵扯了很多，尤其是孩子。大家跟彤彤你也见过，他们的成长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那这件事情我就无法理解了。您一心一意想要一个儿子，现在却要和您的前妻争夺2个女儿的抚养权。什么前妻？我一辈子就只有贝林一个妻子。谭律，我会起誓，儿子的事情我不会再强求，一切可以随他。我父母方面，我会想办法解决的。有件事情您可能还不知道，佩林姐怀孕了。你说什么？她怀孕了？但是佩林姐决定离婚之后独自生育，并且单独抚养孩子。她怀孕了，为什么还坚持离婚？你到现在都不知道，您到底错在哪儿了吗，齐总？我真为您感到遗憾。原本那天佩林姐打算亲口告诉你这个消息，因为她知道你有多期待那个孩子。可是您呢，告诉她您在公司，结果您又出现在酒店里和另外一个女人交易。齐总，你有2个女儿，
但是您却认为把女人的子宫当作商品一样交易是理所应当的，您甚至还想去得到一个与你妻子无关的孩子。以你对佩玲姐的了解，你认为这样的事情她会原谅吗？季总，最了解佩玲姐的人是你，你和丽莎交易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了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如果你对佩玲姐还有一丝的情感和愧疚的话，那么我建议你放弃孩子的抚养权，也算是为了彼此保留最后的一丝体面。身体还好吗？啊，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还那样。哎，你怎么样？这段时间，他们没欺负你吧？那群猴精可不好对付啊。哎，再怎么折腾，能翻得过你的五指山吗？对了，那个唐莹莹呢？你们还那么针尖对麦芒？你没欺负她吧？哎呦，我没欺负她，她不欺负我就不错了。老陈，还行，算是朋友了吧？现在挺好的。哦，我倒是有点担心戴师姐，因为她执意要离开齐家，反正我的感觉不太好啊。这个佩林呢，我倒是一点不担心，她早晚都会回到律师这个位子上，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的。就是这个唐莹莹啊，真是让人一点都不省心呐。为什么呀？她的个性啊，太过强硬，很容易吃亏的。我觉得这是她优点啊，挺好的呀，老陈。要的不就是这股劲儿吗？咱们原来不身上都有吗？后来都被浇灭了，她就得保持这种劲儿，多珍贵啊！所以呢，我就希望你啊，能够好好的保护她，千万不能让任何人浇灭她那把火。哎，还不能折断她的翅膀，让她尽情的飞，啊，想飞哪儿就去哪儿。收到，真是你的爱徒啊！收到。现在，请所有的爸爸们把手掌搓热，轻轻地放在妈妈的肚子上。你们置身在春日的花田里，太阳渐渐升起，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你们感受着生命的萌芽破土而出，微风拂过，轻轻摇曳。慢慢地睁开眼睛，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王老师，再见老师，不客气，再见，拜拜。刚才看你做的还不错，下次可以带爸爸一起过来，这样呢，对胎儿的发育会更好。不用，这孩子是我一个人，可以。好球啊！你再正一点就好了。齐总，你一个电话我就赶过来了，你找我是有急事吗？应该也知道，我现在不方便去律所，所以把你约到这里。你想让我劝和？佩妮现在不接我电话，所有事情都交给唐律去对接，可唐律的态度，所以我希望康主任你能帮忙劝劝我太太。
我说心里话，这个事儿有难度，无论是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很难解释您的行为，真的是有一点匪夷所思。这是我家事，我也不想再接受。那您希望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为您？你是聪明人，也是陈军所的主任，陈主任应该有交代过陈军所跟齐家的关系吧？那当然了，令尊是香港金融界的教父啊，齐氏集团在内地所有的法律业务都是由我们陈军所负责的，正确的说应该是佩林姐负责的，没有你们齐氏集团，没有我们陈军所的今天，真的。所以你应该明白，如果我跟佩宁离婚，没有齐家的支持，他还会是以往的戴佩宁吗？没有齐氏集团的背书，陈军所会损失多少生意啊？齐总，我刚刚也说了，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你们齐家是我们的贵人，但是感情、生意，我觉得不能混为一谈吧？您说呢？没错，做生意要有冷静的头脑，感情往往冲昏头。我很爱佩妮，即便她坚持要跟我离婚，我也可以承诺维持齐通金融跟陈军所的合作。但是我父亲齐氏集团的那边，我就不能保证董事会会不会把法务合作继续交给你们。现在好多律所很多，齐氏的选择也很多。明白了，我听懂了。这中间的利弊关系我也懂，那我也坦白的跟您讲，我这个人啊，除了会看那些财务报表以外，我其实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但是我这个人做事儿啊，心里有一道底线，我会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分为两种，能做的和不能做的。那些不能做的事儿，我一旦做了，哪怕是再细微的小事儿，我心里这堵墙就会被冲破。从那之后，我所有的事儿可能都能做，一发不可收拾，我底线没了。随之而来，可能给我带来的就是风险，甚至会让我失去很多很珍贵的东西。我觉得做人是这样，公司一样。那我们说回来，业务合作，现在我是陈军所的主任，我上来以后，你们香港很多其他大的金融集团一直在跟我保持着联系。您也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陈主任退休了，所以这些集团特别希望他们在内地的这些法务合作能够跟我们重新建立。陈军所的明天，我不担心。不提生意，我想你也听过了，宁拆十座庙，巫婆一丈婚。这个道理你们也应该想想。对，佩妮现在怀孕了，至少我还是她肚子里面孩子的父亲。婚姻嘛，真的主要还是看缘分，当然也要看当事人的意愿。至于孩子，我不想听。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法庭见吗？香港婚姻法，可能对于唐律来讲接触的不多，但为了佩林姐，我相信她会全力以赴。齐总，这件事儿我无能为力，不打扰您了，你继续练球。
放心吧，我在呢。怎么了？就是在那儿。那天朋友跟我说，维港新开了一家法国餐厅，里面有我最喜欢那支乐队驻唱。我还记得那天起晚了，匆匆忙忙跑到餐厅，脸也没洗。那块黑森林蛋糕，好甜，还没有我家阿姨做的好吃。但是乐队确实是我喜欢的那一支。我当时就在想，这餐厅老板手艺不行，品味倒是不错。黑森林是他亲手做的，餐厅是他开的，乐队是他请的，这还真是偶像剧照进了现实。和偶像剧也差不多吧。黑森林蛋糕里面出现了钻戒，他出现在乐队里，所有的好朋友都来了，那里就是他的求婚现场。当时我就说了一句我喜欢吃法餐，他就把那家餐厅给买下了，一时头脑发热去学做菜，没多久餐厅就倒闭了。后来我喜欢那支乐队也解散了，我们两个也到终点了。佩林姐，现在还有多少女性被困在婚姻里，痛苦不堪？她们被道德绑架，被婚姻束缚，迷失自我。可是本来，她们是有自己选择的机会和自由的。未来何去何从，才会无怨无悔。你如果还没想好，就再等一等，你还有后悔的机会的。现在看来，是唐律犹豫了。我只是觉得有一点惋惜，为了你。人这一辈子碰到相爱的人不容易，可最后，却还是走到了这一步。我已经找到答案了。无论是我，还是祁文，我们都应该不想在法庭上面对彼此。需要我陪你上去吗？我自己进去结束吧。那我等你啊。泰迪、妈咪、严律、蒋律，戴律师啊，您的这个诉求呢，我们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现在还是祁太太。我今天来不是以一个律师的身份来打官司的，也不是对谁兴师问罪来讨个公道，我是一个媳妇的身份，一个母亲的身份。
来和我的家人聊一聊，可以吗？爹地妈咪。可以啊。哦，好。哎，佩玲啊，你看你怀着身孕，那坐下来再说。我们齐家不想跟你打这个官司，这1个月啊，阿文每天都吃不好睡不好，人都瘦了1圈。他是爱你的，他心里啊只有你一个人，他也不好过。我知道，我也爱他。那既然你们彼此都有爱，那为什么要落到这一步呢？你回来，我们好好的照顾你，至少我们要让你啊很顺利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好不好啊？这个孩子，就算一个人，我也会好好把他生下来。那也是齐家的孩子，你独自一个人在外边，我们怎么放心？爹地啊，我知道当年你极力促成我和齐文在一起，是看中我的家世还有学历背景。你其实真正考量的是齐家孙子的生养者。我没有这样想，我爱的人是你，是你戴佩妮，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了。就算是为了孙辈儿，这些年齐氏集团一直对你不薄。你们陈军所服务的那些集团客户，有多少是我们齐家介绍的？事业上你们一直很支持我，我很感激。无论之后要怎么做，我都不会怨恨。婚姻很复杂，有父母，有孩子，有家庭，有事业，但是感情关系就只有我和齐文2个人。我希望你们让我们自己解决。爹地啊，你同媽咪翻房先。回房了。老婆，你有什么想说的？读书的时候，我们相知相爱；结婚之后，相伴相惜。直到2个女儿出生，这些所有片段我都一直记录着。本来想等到我们结婚20周年的时候给你，可惜等不到。对不起。也许你也不相信。我也试着劝自己去挽回，但是我没有办法带这件事情的阴影，再去面对我们的未来。你姓齐，你要为齐家负责，哪怕是践踏在我和女儿的尊严之上为代价。这根刺如果不拔掉，我们都不会好过的。我只想找一次机会，齐文，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坚持离婚吗？如果我不爱你，或许我可以权衡利弊，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像那些愿意原谅丈夫出轨的妻子一样，但是我不行。
我还是很爱你，不能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你明白吗？我只想弥补自己的过错。我们是离婚，不是老死不相往来。只有现在离开彼此，才能永远把最美好的都放在心里。这是对我们负责，也是对两个女儿负责。给我点时间，我想完全离开这些痛苦，毫无精神压力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可以吗？我们永远的是一家人。谢谢。这里还记得吗？当然，那家餐厅，我在那向你求婚。我发誓会爱你一辈子。我对今天都没有改变。我们已经不适合再说爱了，爱可以成就很多事情，也可以原谅一些过错，但是爱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良药。是我的纪念，让我们走到今天，再也回不了头。还能好好道个别，也不算是最差的结局。至少，我们还是我们孩子的父母，一辈子隔不断的关系。你想见他们，随时联系。每周回去见爷爷奶奶的规矩也不会改变。我有机会再重新把你追回来吗？你愿意嫁给我吗？保重。保重。听天空的独白，像是云上的尘埃。雨在冲刷我给的信赖，伤害不该逍遥法外。听天空的独白，也让心燃尘埃。阴干了你潮湿的存在，原谅带着伤害。敬我永远的女神，祝你未来的日子里永远光芒四射。最近这几年，常常都失眠，半夜惊醒，醒来不知道自己睡在哪。我一度以为是工作压力太大造成的，最近才知道，其实是我迷失了自己。为什么从来都没跟我们说过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你们没有义务要为我解围。我的生活看似风平浪静、光鲜幸福，但为什么我还会迷失呢？只有当你蒙上眼，才会在黑暗中找到内心所向往追寻的光。我这么说可能有点矫情啊，但是只有我自己最清楚，那道光是什么。是你自己。只有我们自己，才是照亮自己的那道光。敬自己，敬自己。
宝宝，你怎么样了？老公，你手机一直在响啊。我手机吗？嗯。哎呀。 林小姐，腰线还是要收一下。好多了吧？嗯。林女士啊，急什么？我一会儿给峰打电话。现在马上检查后台，所有的风险和 bug 解决掉，解决掉，明白吗？ 老公，看看怎么样？老公呢？你好，你有看到我老公去哪儿了吗？林女士，他说公司有急事，先走了。谢谢啊。 站在人海的中央，无从抓住的过往，记忆在循环，心却空旷，寂静着从夜晚数到天亮，走入人海里流浪，心在潮汐里安放，记忆的海洋。 倒映出心房，深的夜就不会无法抵抗。听见风的独白，它是云上的尘埃，雨在冲刷我给的信赖，伤害不该逍遥法外。听听风的独白，别让心燃尘埃。 拧干了你潮湿的存在，别凉带着伤害，在天空之外。我在人海里跌倒。 为这场关系松了绑，记忆的海港不再喧嚷，黑夜等待拨响，拥抱日光。听听风的独白，擦拭云上的尘埃，雨在冲刷我给的信赖，伤害不该逍遥法外。